中国当代都市10对夫妻口述实录。争吵无休，我们的爱在分居中死亡。认识张艳蕊是在15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3，她大1。其实我和张艳蕊并不在同一所学校。张艳蕊是我的一位女同学，严梅梅的老乡。怪就怪严梅梅经常在我面前提起这位老乡如何漂亮，如何吸引男生。有一次我就跟她开玩笑说，那既然你有这么位如花似玉的老乡，还不快带来给我开开眼呢？没想到过了几天，她竟然真的把张艳蕊带到了我们的学校。和张艳蕊一见面，我就傻了眼。除了在电影里，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有气质的女孩。我完全被她迷住了。我觉得如果我能找到这样的女孩做女朋友，真是死了也值啊！那次约会，张艳蕊穿着一条白裙子，像个天使似的站在严梅梅的身边，一下子就把我平时感觉长得还算不错的严梅梅给比了下去。和张艳蕊吃了顿饭，吃完饭，我和严梅梅一起把她送回了学校。和严梅梅回学校的路上，她趴在我的耳朵边，悄悄地问我，我没骗你吧？老实告诉我，我的这位老乡到底长得怎么样？我假装没感觉地说，这个嘛，还可以吧，比一般女生漂亮一点。严梅梅又问，那你觉得她跟我比，哪个更漂亮？我脱口而出，这还用问，当然比你漂亮了。话刚说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可是想再改口已经来不及了。为了这件事儿，气得严梅梅整整半个月没理我。就在我和严梅梅闹别扭的第3天傍晚，恰巧张艳蕊来学校找严梅梅玩。那天不知道严梅梅跑哪儿去了，张艳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她，于是就到男生宿舍找到我，并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找严梅梅。出了男生宿舍，我问张艳蕊找严梅梅有什么事啊？她淡然一笑说，没什么事啊，我们学校今天晚上放《乱世佳人》，我弄到2张票，想让她陪我一块儿看。还有半个小时电影就要开演了，找不到她，这张票不就废了吗？说完，张艳蕊望了我一眼，可以看出她的眼神满是为严梅梅可惜的神情。我笑着望了望她，突然很冲动地说，那如果实在找不着严梅梅，那我陪你去看电影怎么样？张艳蕊说，好啊。我向同学借了辆自行车，载着张艳蕊往她的学校赶。一路上我还碰到了不少同学，他们以为我又换了女朋友，都伸着舌头冲我挤眉弄眼的，有的还伸了大拇指。经典就是经典，虽然几十年前的老片子，但是第3次看《乱世佳人》，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何况又是陪着一位美丽的女生。看了3个多小时的《乱世佳人》，散场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电影院离校门还有好长的一段距离，我让张艳蕊回去，她却坚持要把我送到校门口。我推着自行车，她跟在我身边，走了10多分钟才到学校大门。一到校门口，我就看到严梅梅正站在一棵大树下，心情烦躁的东张西望。我一愣，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她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于是找到这儿来了。我没猜错，那天严梅梅有事儿到校外去了，回来以后就听同宿舍的几个女生添油加醋的谣传，说我已经和她的老乡张艳蕊好上了。他们亲眼看见我骑着自行车，张艳蕊搂着我的腰坐在车后，从学校里招摇过市。严梅梅一听就气坏了，她没想到自己的老乡竟然抢走了自己的男朋友，一怒之下就打了辆车到了张艳蕊的学校。可是在学校里找了半天，她也没有找到张艳蕊和我，索性就站在校门口等到了现在。她亲眼目睹了我和张艳蕊亲密的样子，证实了同学们所说的都是真的。冲动之下，她冲张艳蕊骂了起来，质问她为什么这么不要脸，连她的男朋友也要抢，自己真是瞎了眼了。
张艳蕊外表看着挺温柔，其实啊脾气也挺大的。见严梅梅突然从哪儿冒出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骂她不要脸，她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还没等严梅梅骂完，就啪的给了她一个巴掌。严梅梅被打傻了，反应过来之后，刚想扑上去与对方厮打，就被我给拉住了。我一手一个伸开手臂，把他们扯得远远的，总算止住了一场武斗。虽然他们两个都不能够去打对方了，但嘴里却一直没停，仍在对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好任由他们去骂。我所能做的只有死死地拉住他们，不让他们再打起来。这个时候，我听见严梅梅声嘶力竭地质问我：王静，你告诉我，你到底爱没爱过我？见我不回答，她又叫道：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是要他还是要我？我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时候，我又听见张艳蕊对我说：对，你是选择他还是选择我？哎，真有意思啊！一个误会突然让我变成了香饽饽，被两个女生争来争去。哎呦，我为难地说：这个问题明天再回答你们，可以吗？两个女生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不行，就要现在，现在你就得回答。我咬了咬牙，看了看可怜巴巴地盯着我的严梅梅，再望一眼张艳蕊，终于开口说：如果非要让我现在就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你。严梅梅伤心地跑开了，我想去追，却被张艳蕊拉住了。她像个胜利的将军，高傲地瞪了我一眼。我无奈地对她说：今天这事儿其实是个误会，这事儿全怪我，让你们把关系僵成了这样。你放心，回去我会慢慢的和他解释清楚的。张艳蕊冷笑了一声：哼，解释？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就算是我把你从他那儿抢过来的，那又怎么样？张艳蕊是个好强的女生，只要她想得到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同样，只要别人惹了她，她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到底。为了报复严梅梅，她竟然假戏真做，做起了我的女朋友。很快，她就常常出现在我们学校，故意让我搂着她的腰，从严梅梅眼前高傲地走过，把严梅梅气得差点吐血。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多次劝她不要再这样报复下去了，而她却说：现在没有报复谁，这是正儿八经的和我谈恋爱。因为她发现她真的已经喜欢上我了。我傻乎乎地说：艳蕊，如果你真的喜欢我，我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我不明白你喜欢我什么呢？张艳蕊回答的蛮有水平：喜欢就是喜欢，需要理由吗？她说的没错，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和张艳蕊谈起了恋爱。起初我仍不敢相信张艳蕊对我是动真格的。这一年暑假，我放假回了家，几天之后，她竟然偷偷的从老家跑到我家，一见到我就扑进我的怀里，说想死我了，这几天做梦老梦见我。说着，她竟然哭了起来。她说她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了，要和我永远在一起。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相信张艳蕊是喜欢我的。接下来的故事便顺理成章了，我们陷入了深深的爱河之中，在校园的林荫小道上，在图书馆后的池塘边，在体育场一边的假山上，到处都留着我们曾经爱的死去活来的痕迹。星期日，我们对北京的各大风景区进行轮番轰炸，生活无时无刻不变得阳光明媚，我的室友没有一个不羡慕我的。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去宿舍找他，他正在午休，同事的学友也一个都不在。看在他在床上娇喘微微的样子，年轻的冲动陡然充盈在我的心间，我猛地便扑了上去。他突然从梦中弹起，惊恐万状地看着我，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并没有怪我，
但是看到他那双因为受惊而显得有点可怜兮兮的眼神，我却觉得很羞愧，从此再也不敢随意造次了。不得不承认，张艳蕊是个能干的女人。她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她在北京的能量却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得多。张艳蕊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早在我和她谈恋爱之前，她就在中关村一家颇具实力的电脑公司兼职了。她念大三的时候，也就是和我确立恋爱关系的第2年，我就毕业了。在我开始为找工作的事发愁的时候，还是张艳蕊通过她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帮我在一家出版社联系到了一份编辑工作。在出版社做编辑，虽然收入不是很高，但是毕竟和我的专业对口，也是我喜欢的工作。对此我很满足，也很感激我的张艳蕊。转眼张艳蕊也毕业了，她毕业以后就正式到了中关村的那家电脑公司任职。不久，他就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被公司任命为总经理助理。又过了1年，他又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的副总。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就担当起了管理上百名高科技人才的重任，还真是不简单。要知道，她的学历只不过是本科啊，而她的下属却多是硕士、博士。和张艳蕊结婚之后，起初她住在我们家，可是他和我父母的关系搞得不好，一气之下他就自己买了套房子。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竟然全额付款买了套30室厅的房子，真让我震惊啊！这套房子130多平米，足有我和父母住的房子2个大。小两口住在这么好的社区，这么大的房子里，感觉真是不一样啊！要不是老婆凭我在出版社拿的那点工资，我就是30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这么贵的房子。1年以后，我老婆怀孕了，可是因为怀孕所带来的欣喜是短暂的，越来越严重的妊娠反应折磨得她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新婚的甜蜜渐渐地淡化了。为了照顾好她，我尽了一切所能，但是男人照顾女人总显得有些笨手笨脚的。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把她的老娘接过来照顾她。随着孩子的出生，她成天变得婆婆妈妈的，老是吆五喝六，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将她现在和恋爱的时候相比，有的时候竟然忍不住不寒而栗，真是判若两人呢。当初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到哪儿去了？唉，我不知道啊，别人的太太生孩子之后是否也这样？要是也这样的话，那我就劝诫男同胞们一辈子甭结婚了，结了婚实在是太恐怖了。为了再次唤起我们夫妻之间生活的那份默契、浪漫和激情，我也做过不少努力。在老婆难得天晴的时候，我曾经试着对她说，那你说话能不能温柔一点？本来啊，我是想和她共同经营好我们这个家，谁知呢，她却像被触了屁股的老虎，暴跳如雷。姑奶奶我就是不温柔，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姑奶奶不温柔的，要找温柔的你去找就是了，从今以后永远别碰我。我不想跟她吵架，那样只会使我们之间的裂痕扩大。在她面前，我宁愿做一个噤若寒蝉的书呆子。老婆的脾气越来越大，经常因为一点家庭琐事就动不动冲我发火。有时哪怕仅仅因为我在做饭时无意中打翻了一瓶醋，或是碰掉了一袋盐这样的小事，她就数落我个没完。从我的一事无成，一直说到我住在这套她花钱买来的大房子，说来说去全是自己的丈夫没本事。一个男的就怕老婆说自己没本事，可是他偏偏就喜欢拿这样的话来刺激我。要知道，并不是每个男人都会升官发财的。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普通的编辑，但是我很喜欢过现在这种普通人的生活，这难道有什么错吗？可是老婆不允许我这么想啊，也不让我安安稳稳的过这种日子。没事的时候，她总爱在我的耳边唠叨，说谁谁谁出国了，谁谁谁买房子买车了，谁谁谁又升职了。言下之意，像我这样的男人真是没出息，
干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了，竟然连个编辑部主任都没干上，还活个什么劲呢？其实啊，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在许多工人纷纷下岗的今天，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已经不错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羡慕我呢。可是在心比天高的老婆眼里，我却是一个一没权二没钱，混得比乞丐强不了多少的窝囊男人。老婆在公司里是负责管理工作的副总，一向是颐指气使，回到家里也是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对我竟然也耍起了领导派头，怎么看我都不顺眼，动不动就像训孙子似的训我。我受不了这份气啊，我就壮着胆子提醒他，这是在家里头，而不是在你的公司里头。在这儿他不是副总，他是我老婆，我是她丈夫，哪有老婆这么训自己丈夫的？老婆非但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却轻蔑地说，我训你怎么了？有本事你找个不训你的老婆去啊！我整天忙得脚不沾地，难道是为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用得着这么累吗？我这么拼命的工作，还不是为了孩子，为了你，为了这个家？要是没有我，你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一个男人没本事养活老婆孩子，脾气倒挺大，说你几句你就觉得委屈了，这么娇气啊！老婆的一番话说得我没脾气了。是啊，谁让我没本事啊？如果我能当上大官，挣到大钱，他还会这么训我吗？还会这么盛气凌人的对待我吗？老婆认为他是这个家的功臣，这我承认。这套房子包括家里的豪华装饰全仰仗他，但他怎么就不想想，像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这些家庭琐事，他又操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还不是我一个大男人既当爹又当妈的维持着。老婆不仅有本事，还长得漂亮，这是事实啊，我不愿意承认都不行。当初正是她的美貌吸引了我，让我不管不顾，像飞蛾扑火似的扑向了她。娶个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骄傲，但是现在看来，这骄傲是要付出代价的。结婚以后领悟到这一点，其实已经太晚了。就像越漂亮的动物越爱惜自己的皮毛一样，漂亮的老婆对自己的身子也非常爱惜，这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在一起过日子可就苦了我一个了。自打结婚以后，老婆就从来没进过厨房，她怕厨房的油烟会侵蚀她的皮肤，她又不让请保姆，说保姆做的菜不干净，所以进厨房的活全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每天她从单位回来，往客厅的沙发上一躺，打开电视就等着我给她做饭，哪怕是倒一杯水这样的小事也让我干，好像我就是她雇来的保姆。我虽然不止一次抗议过，像自己喝水自己倒这样的小事你就别麻烦我了，但是每次抗议都无效，还会引来他的一顿教训，说什么在单位忙了一天了，给老婆倒杯水又怎么了？他总是有理，但他的理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的，他怎么就不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想呢？我难道就不上班？我难道就不累？可他的自我感觉总是那么良好，以为他嫁给我纯粹是他对我的恩赐，我娶到他就应该对他感激涕零，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都是天经地义的。老婆对自己真是爱到极点了，每天出门以前往脸上涂涂抹抹的时间不会少于半个小时，晚上睡觉前又得花半个多小时在脸上涂涂抹抹。如果哪一天他又做了个新发型，那天便会听见他时不时的警告我，注意别碰我头发啊。我小心翼翼地躲着他，生怕一不小心真的碰乱了他那宝贝头发。如果真那样，那我闯了大祸了，他准把我生吞活剥喽。提心吊胆的过了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他该属于我了吧？可还是不行。当我好不容易有机会接近他了，搂着他娇嫩的身子想亲热，他就会说，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小心一点，别弄乱了我头发。听了他的呵斥，我刚刚积蓄起来的那点激情一下子就全泄光了。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他不觉得这样的话很好笑吗？
一个有正常欲望的丈夫搂着自己的老婆，他还想干什么？这时的我显然已不再是一个性欲特别强烈的男人了，新婚的激情早就褪去了，孩子都学会走路叫爸爸了，再也不像出生那会儿麻烦那么多了。但是毕竟每天和妻子睡在一张床上，我是男人，她是女人。看着她在灯光下若隐若现的身体，凹凸有致的线条，不争气的歪念邪欲却时不时地冒出来。在憋闷太久的时候，我时常渴望一次彻底的放松，但是老婆却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尤其对待这件事一点也不马虎，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非要我低头认罪做出保证不可，否则就休想有什么好事。依我的个性，我怎么肯低头认输呢？但是为了早点解决问题，我总不能到大街上去叫小姐吧？再怎么说咱也是文化人，也算是知识分子，总得讲点素质，你说是不啊？我想大丈夫能屈能伸，就依他吧。所谓好男不跟女斗嘛。在性的强烈呼唤和感召的润滑下，一次次的争吵就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只不过每次要平息内战的时候，我都不得不厚着脸皮拜倒在他的16裙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委曲求全之后，妻子渐渐抓住了我的这个弱点，显得更加变本加厉起来。有的时候彼此之间闹了矛盾，我们几天甚至10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彼此之间仿佛路人一般。而且每次争吵之后，他都以此相要挟，都以性的拒绝来惩罚我，甚至搜寻一些极其刻薄的语言来伤害我，打击我。被老婆骂得多了，日积月累，我慢慢的对老婆的身子不再感兴趣了。确切的说，是不敢再感兴趣了。老婆自恃魅力无限，天下无双，所以才会这么拒绝我呀。我也是有自尊的男人，难道非要像哈巴狗似的时时事事乞怜于他？我有这么贱吗？可是没有性生活的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终于我们之间因为一件小事而爆发了一场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伤透了我的心，也从此开始了夫妻分居的旅程。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我也变得越来越麻木。不过有时细想想，也觉得自己的婚姻挺没意思的。有的时候冲动起来，真想和老婆离了算了，然后找一个靠我养活的普通女人，平平淡淡过一生，肯定比现在这整天受气的日子更能让我感觉到幸福。至少有人疼，有人爱，哪里会受这么多的窝囊气呀？但是一想到孩子，我就泄气了。离婚了，孩子怎么办？跟着他我不放心，跟着我在经济上我却不能满足孩子的成长需求，不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远的不说吧，就连孩子要买架钢琴这样的事儿我都难得做到，更别提将来送孩子出国留学了。再说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老婆是个美女，大概从小就是在别人的赞美和奉承声中长大的，因此养成了她那骄横任性的脾气。这么漂亮的女人，之所以嫁给了我这个既没本事又相貌平平的男人，唯一的解释就是一时糊涂。看来她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了。她曾经多次跟我说，比我强的男人遍地都是，要不是因为舍不得孩子，她早就跟我拜拜了。老婆的话我是相信的，她只要和我离了婚，闭着眼随便找个男人就比我强。照她的理解，所谓的比我强，大概就是比我有钱有势吧。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再去想离婚的事儿了。离婚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儿，我可折腾不起。既然这么多年都能熬过来了，我相信我还能继续的熬下去。和谁不是一辈子，凑合着过吧。我们的婚姻就这么凑合着过了下来。如果让我对我们失败的婚姻做个总结，我认为没本领的男人千万不能娶既有本领又漂亮的女人做老婆，这样的女人会让男人的自尊受伤害。我觉得
一个真正聪明的男人，还是那种站在大街上欣赏完别人的漂亮老婆，然后吹着口哨回家，守着自己的丑老婆，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聪明。我们编辑部一共有5位编辑，3男2女。每当那2位女同志不在的时候，我们这些男人的话题就会扯到性上去。有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同事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如果一对男女在相识的第1年里，每做一次爱就往一个缸子里放1颗豆子，那么从第2年开始，每做一次爱再从那个缸子里拿出1盒豆子，那他们会一辈子也取不完第1年存下的那些豆子。这个同事的话把我们逗得直乐呀。后来没事琢磨琢磨，也觉得挺有意思。慢慢的，从他的话，我又联想到了我和张燕蕊的婚姻。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悲哀。这个豆子理论真是太精彩了，它道出了我和张燕蕊的整个婚姻过程。和张燕蕊结婚的第1年，我们从性生活中体验到的激情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如果把每一次的激情算作1颗豆子，相信这些豆子会装满1大缸。但是随着琐碎婚姻生活对我们的磨损与消耗，当我们激情不在的时候，若让我们再把缸里的豆子取出，会觉得一辈子也取不完了。这并非源自我们的生理，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心理。身体仍很健壮，但是心里已经疲倦不堪，苍老的已经进入了暮年。不可否认，婚姻的维持和完满离不开性爱。如果把爱情比作水泥，那么性爱就是钢筋，把它们和在一起，才能做出混凝土，才能用它去建成一座坚固的婚姻大厦。如果离开了这些，勉强建起来的也只是会摇摇欲坠的大厦。而我和张燕蕊所建造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座危险的婚姻大厦，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我无力去挽救这即将倾覆的大厦。张燕蕊呢？她虽然是个自以为是的女人，自以为这世界上没有她搞不定的事儿，但其实她也没有能力挽救我们这个失败的婚姻。从这一点来说，她何尝不是一个悲哀的女人？我不知她究竟是为了什么逃避，还是有别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1年前，就在我们的无性婚姻摇摇欲坠之际，她被总部派往广州分公司工作，任分公司的总经理。这是她主动要求去的。她没对我说明她千里迢迢抛夫别子跑那么远的理由，我也没问。我知道她这么做肯定有她自己的想法，我即使阻拦又有什么用呢？其实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是挺高兴的。虽然表面上对他的离去做出了恋恋不舍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却高兴的只想翻跟头。这下解脱了，这下我解脱了。早在2年前，儿子就被老婆送到一所封闭式的小学读书，2周回家一次。现在老婆又去了广州，偌大的一个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挺舒服，但是时间长了，我慢慢的体会到了一丝无法排解的孤寂。每天下班回家，看着空荡荡的大房子，无声的寂寞像刺骨的寒风向我袭来。这时我必须要把电视打开，否则就会感觉屋子里静得吓人。我多么希望随便谁为随便什么事儿来个电话，随便说点什么也行啊。可是没有，我的朋友很少，妻子也很少给我打电话，即使偶尔打来一个，也是问问儿子的情况，问完马上就把电话挂了，连一句再见都不说。那冷冰冰的语气让我感觉到他就是一个陌生人。
挂了电话，心情更加郁闷。打开电脑想写篇文章，可是对着屏幕半天也写不出一个字来，愤怒地关上了电脑，躺在床上，拿起枕边的一本书，读了半天，却不知道这书里写的什么内容。扔掉了书，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了。可是过了好一会儿，这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根本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挂钟的秒针在滴滴答答地走着，在死一般寂静衬托下，声音大得惊心动魄。心烦意乱的我怎么也无法入睡，索性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地板上，像个赌气的孩子，自己不理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到了一支香烟，叼在嘴上，随着火红的烟头一闪一闪，一缕青烟也袅袅升起。在青烟的升腾中，我的思绪似乎清晰了点，于是就开始回想过去的日子。应该说，我算得上是个多情的男人，喜欢过好多女孩，也曾经被爱。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一个个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却又一个一个的离我远去了。包括后来成为我老婆的张艳蕊，我竟然连一个女人都没留住啊！其实我好想留住她们，结果呢，却总是留不住。就像这袅袅升起的青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过往，瞬间就会飘散的无影无踪。往事如烟，渐渐远去了，只留一颗心还在隐隐作痛。每当深夜寂寞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能陪伴我的只有香烟、啤酒和令人窒息的空气。很多个夜晚我都会有生理的冲动，虽然可以用自慰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种粗糙的快感根本无法慰藉我心头的郁闷，相反会让我产生深深的自卑。也许我该找个女人痛快地解决一下了，否则这样下去我会闷出病来的。我决定试一试。基于对成本的考虑，我不敢找情人。找情人，操心不说，花费也太大，不是我这种人所能承受得起的。最省心最省钱的当然是找个小姐了。哎，怕什么？大不了被警察抓住罚点款。我暗暗给自己壮着胆儿，随手打开电脑，在一个叫做半夜鸡叫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鸡的电话。给鸡拨电话的时候，我的手微微发抖，看着自己不争气的样子，我很生气，于是命令自己不要这样没出息。电话通了，传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先生你好，请问要什么服务？我装作很内行的样子回答：我要最好的那种服务。和小姐联系上之后，出门之前我特意照了照镜子，见镜子里的自己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嫖客的雄壮。我苦笑了一下，整整衣领出发了。在约定地点，我见到了那位穿得很时尚的小姐，感觉长得还不错。如果不告诉我从她身边走过，我还真不敢相信这样清秀的女孩子竟会是小姐，我还以为是哪个大家闺秀在等她的白马王子呢。一见面，小姐就热情地挽着我的手，在她的鼓励下，我大胆地搂住了她的腰，我们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路卿卿我我地向着她的住处走去。我很激动，甚至很自豪。今天这个花好月圆的夜晚，我再也不用在无助的寂寞中度过了。我终于可以占有一个女人了。长久以来所无法得到的爱，无法满足的欲望，今天都会通过这个妖媚的女人得到满足了。一场美妙的盛宴就要开始了，在这场盛宴中，我是尊贵的客人。
在期待中，很快我就随着小姐到了目的地。这是一间平房，虽然简陋，但是收拾的还算干净整洁，有几样简单的家具，一台21寸的彩电，一张双人床。一进屋，小姐就把门关上了。她开始脱我的衣服，然后又示意我帮她脱。那天晚上我们一共做了3次，在天快亮的时候，两个人才精疲力尽地沉沉睡去。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射到我脸上时，我突然醒来，迷迷糊糊不知道我身在何处。我揉了揉眼睛，努力地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一切，觉得恍如春梦。我迷惑地看着身边这个陌生的女人，一种失落与悲凉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暑假期间，老婆从广州赶回来看儿子。老婆工作很忙，在北京只待了1个礼拜，就匆匆地飞回广州去了。在这7天当中，有4天是老婆领着儿子到外面去玩的，每天都玩到天黑才回来。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娘俩在外面玩的还挺开心的。剩下的3天，他虽然一直在家里待着，却没怎么和我说话，整天不是忙着给广州的分公司打电话询问工作上的事儿，就是在网上查资料整理文件。这7天当中，我们仍然是分床睡的。当然这样说其实也并不确切，应该说有一晚我们还是睡到了一起。不过如果严格的说，那一晚也不能算，因为我只在他的床上待到半夜，就重新跑回到了自己的床上。那天是老婆主动邀请我到她床上睡的，为此她还特意洗了个澡，又在身上喷了昂贵的法国香水，看来她是有诚意的。我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她的盛情邀请，于是等孩子熟睡了之后，我就悄悄地溜进了她的房间。在灰暗的灯光下，我觉得老婆的身体仍然和几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仍然是那么迷人。但是让我奇怪的是，面对她的身体，我却怎么也不能让自己兴奋起来，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半天，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最后我只能狼狈地翻下身来。面对我的无能，老婆还并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竟然还笑着跟我开玩笑。老实交代，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我赌气地说。对，一点没错，怎么着？老婆见我生气了，便笑着拍了拍我的脸，像哄小孩似的说，行了行了，说实话就好了呗，我不怪你。不过我要提醒你啊，现在得艾滋病的女人挺多的，以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给我带套，听见了吗？第2天老婆就回广州去了。我知道老婆已经对我一点都不在乎了，否则凭她的性格根本不会放过我。我几乎可以肯定，老婆在广州早已经有了情人。生活呀，就是这么回事儿，不必太较真了，否则苦了的只能是自己。我觉得我越来越能想得开了，这是个值得庆祝的变化。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开朗了，不再把苦恼闷在肚子里了。我最近就尝试着交了几个朋友，有苦闷的时候呢，我就到朋友家里和朋友喝喝酒吹吹牛，在酒精的麻醉下，我的苦恼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人生短短几十年，今朝有酒今朝醉，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在我家小区的大门外有一家不错的烧烤店。有一次我去那儿喝啤酒的时候，就和一个在那儿宵夜的小姐发生了一段艳遇。也正是这段艳遇，彻底的将我变成了一位性无能者。那天运气不错，我在烧烤店里刚喝完第3瓶啤酒，就有一个模样不错的女孩走了进来。这个女孩穿着一条红裙子，低胸没有吊带的背心，在她低头往门里走的时候，能隐约看到圆润的胸和那深深的乳沟，很是诱人呢。凭直觉，我知道她是夜总会里的小姐，
一个有正经职业的女孩，谁会这么晚了一个人来这儿吃烧烤？就是她了。今天晚上无论她要多少钱，只要是我能付得起的，我都要与她一起共度良宵。男人都是好色的雄性动物，只要他是男人，只要他没有生理障碍，谁不想和这样的尤物发生点什么事儿呢？哪怕是心理上的也不错呀。正在我想入非非之际，这个女孩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女人的身体的确是美妙的艺术，作为男人，性爱就是在享受艺术。漂亮的女人谁不喜欢？我不否认，我是个放浪形骸的男人，说我是色狼也不为过。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互相亮明身份以后，就开始谈起了价钱。一切都谈妥之后，我把钱塞到他的手里，他笑着接下了，然后就温柔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人了，咱们走吧。我跟着他来到了一处地下室，刚脱下她的裙子，把她抱到床上，门就被踹开了。在惊慌失措之中，我看见几个警察从外面冲了进来，我吓得像一滩烂泥一样，怎么也爬不起来了。故事到这儿基本上该结束了。那次惊吓让我变成了一个性无能者，后来我就有了一些变态。有一次我到外地参加一个笔会，在宾馆里经过一个房门的时候，听到了里面传来了男女做爱时发出的轻微声响。我凑到门前仔细地听了一会儿，房间里那个看不见的陌生女人的呻吟声竟让我的身体发生了正常男人才有的反应。从那以后，我一经过别人家的门，都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萌生性的冲动。但是在真正女人的面前，我却是力不从心、束手无策的。我想，我是无性婚姻里最典型的牺牲品。